丫头，你要亲自帮我？楚风问道。我的力量附加给你，便封锁了你的力量，所以你无法使用任何你已掌握的手段，所能使用的唯有我赋予给你的力量。你发挥也有限，我发挥也有限。你若信任我，便解开对我的束缚，我可替你胜他。那女戒灵说道。好，我信你。楚风说完此话，便解开了对女戒灵的束缚。脱离束缚的女戒灵愣在了那里，在那一瞬间，她有些不解，不知道楚风到底是真的信任她，还是太傻。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打算欺骗楚风，他是真的要帮楚风。至于楚风，他其实也不确定这女戒灵的本事究竟有多大，但是他赋予给自己的力量都有如此效果，想必本人出马定会更强。虽然这女戒灵也是非常危险，可是到如今楚风也没有其他选择。女戒灵玩手段，楚风尚且能束缚，若是败给灵狐红飞，那该如何就白离落？所以明知有风险，可是楚风却也要一试。旁人都不知道楚风与那女戒灵的对话，也不知他们的打算。当令狐红飞释放出清明魂的力量后，所有人便都觉得大局已定，胜负已分，包括灵狐红飞自己也是这样觉得。楚风兄弟不愧是楚轩辕前辈之后人，虽修武方面稍有欠缺，但戒灵之术能运用到如此地步，我灵狐红飞也是自叹不如。灵狐红飞之话语满含谦逊之意，可却也在侧面的夸自己。楚风再厉害，不还是被他灵狐红飞所战胜？楚轩辕之子再厉害，终究还是不如他灵狐红飞。灵狐公子之夸赞令我有些惭愧，所以为了不负灵狐公子之赞美，我楚风怕是也要使出杀手锏了。楚风说道。还有杀手锏？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旁人内心震荡，就连灵狐红飞也是心中一紧，眉头微微皱起。楚风今日之表现，已是让所有人对其赞叹，就连灵狐红飞也是羡慕楚风的手段。尤其先前楚风一袭黑甲在身，一杆黑枪在手，简直所向披靡。本以为这已是楚风极限，毕竟已是足够逆天，可谁曾想楚风还有后招。在灵狐红飞已使出清明魂之力量后，楚风竟还如此自信，那将是何等手段？人们内心惊骇，可却也满目期待，都想看看楚风这接下来将施展怎样的手段来迎战灵狐红飞。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一道戒灵大门开启，紧接着那女戒灵便自戒灵大门内走了出来。这便是楚风的手段。众人面面相窥，面露不解之色。可就在此时，那女戒灵却忽然对着灵狐红飞开口：从现在起，我做你的对手。惊！众人皆惊。本来人们还不确定，但当女戒灵开口后，人们确定了，原来这真的是楚风最后的手段。可是那女戒灵所散发的气息，分明只是一品尊者呀，这连楚风都不如，如何与灵狐红飞抗衡？看来这戒灵不简单啊！梁秋大师叹道。对于此话，梁秋、程风、无名星云等人也都是默认的点了点头。旁人只看到表面，但他们却注意到，当女戒灵出现后，那缠绕楚风的黑色气焰消失了。这说明楚风先前的力量多半是这女戒灵的力量，所以女戒灵的实力绝对不止表面。就在此时，女戒灵动了，黑影一闪而逝，瞬息来到了灵狐红飞身前，抬手一掌直奔面门，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哪怕灵狐红飞也是心中一紧，此等情况下，令狐红飞已是躲闪不及，只得抬起手来以臂去挡。这一掌虽被灵狐红飞手臂所挡下，可因力道太强，令狐红飞竟倒飞而去，直到比试台边缘处才稳住身形。一品尊者竟有此等力量，是逆天战力，是逆战3品。此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女戒灵的力量，虽为一品尊者，但却拥有逆战3品的逆天战力，这便是他身为一品尊者却能将4品尊者的灵狐红飞击退的原因。太可怕了，这便是修罗戒灵，在尊者境竟然还拥有如此强大逆天战力，这到底是何等生物，何等存在？此一时，许多小辈都吓坏了。逆天战力曾几何时他们也都拥有过，可是随着修为提升，力量的增强，那些逆天战力也都被封锁。虽然他们如今修为比之当初更强，但逆天战力却不再拥有。之所以如此，乃是武道规则所致。逆天战力之所以叫做逆天战力，便是因为破坏了武道规则。只是可惜，在更强的武道规则面前，逆天战力也不得不被封锁。而那女戒灵能在这种境界还拥有逆战3品的逆天战力，毋庸置疑，这是真正的逆天。姑娘好是厉害，看来先前楚风兄弟所释放的力量真的是姑娘你的了。灵狐红飞问道。原来那力量是他的吗？难怪啊！灵狐红飞这一开口，让许多人反应过来。只是对于灵狐红飞这个问题，女戒灵却并未回答，而是手臂一挥，顿时磅礴的黑色气焰如火山爆发一般，自其体内喷涌而起。但那黑色气焰出现之后，一股极为不安的气息也是瞬息传来，人们也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气焰，只是不由自主的便会心生一抹惧意。哪怕妖兽这些天性凶狠之辈，面对那女戒灵所散发的气息，也是汗毛竖起。此时黑色气焰已如排山倒海一般扑向了那站在比试台边缘的灵狐红飞，那等景象简直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魔物要吞噬掉一个卑微的人类。可面对女戒灵的攻势，灵狐红飞却是毫无惧色。忽然其手臂一挥，一道光刃便横扫开来，竟硬生生将那扑向他的磅礴气焰给斩切成了2段，向周围飞散而去。此一时，人们注意到灵狐红飞手中的兵刃竟然变了，先前他握在手中的那件仙兵给他收了回去，此时握在他手中的乃是一把银色的长刀，此刀长达3米3，刀刃便占据了一半。虽然没有过多的修饰，但却锋利无比，气势非凡。那不是？看到这把大刀，许多人都是神色一动。此刀名为银光开天刀，乃是一件半成尊兵，足5星域内虽然至尊境的高手屈指可数，可尊者境的强者却也有许多。
真仙境强者可用半成仙兵，借用半成仙兵的力量增强自己的战力，而尊者境强者自然而然的也可用半成尊兵。只是奈何半成尊兵实在太过珍贵，珍贵到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可掀起血雨腥风。能够持有半成尊兵之人，无疑不是大名鼎鼎的存在，是尊者境中的佼佼者。半成尊兵之所以如此珍贵，那是因为寻常的戒灵师根本就打造不出半成尊兵。据说只有龙纹级圣袍戒灵师才能打造出半成尊兵，并且也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行。可众所周知，哪怕祖武星域最强的戒灵师梁秋大师，在早些时日也只是蛇纹级圣袍戒灵师而已。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整个祖武星域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打造出半成尊兵这种级别的兵刃。正因半成尊兵珍贵无比，所以几乎祖武星域的每一件半成尊兵都是大有来头，许多老一辈的人物都认得，也叫得出名字。此时灵狐鸿飞手中的这把银光开天刀，便是灵狐天族珍藏的半成尊兵之一。原本这是灵狐天族一位顶尖高手所用，但现在却出现在了灵狐鸿飞的手中。人们惊讶灵狐天族竟将如此珍贵的兵刃交给一个小辈保管使用，但惊讶的之后却又能够理解，毕竟灵狐鸿飞非寻常的小辈，更何况对于灵狐天族而言，还有什么比灵狐鸿飞更珍贵？半成尊兵非同小可，有此兵刃在手，令狐鸿飞的战力必将大增。不知此女该如何抵挡？许多人再度将心中那胜负的天平倾向了灵狐鸿飞。尽管先前那女戒灵的一击让灵狐鸿飞吃了大亏，可只因半成尊兵威名赫赫。当灵狐鸿飞亮出半成尊兵后，他们便觉得这场对决对于女戒灵而言很不乐观。姑娘不善言谈，那我灵狐鸿飞便不再多言。只是我手中这兵刃威力有些不俗，连我也是难以驾驭。若是姑娘等下扛不住，还望能开口认输，免得我不知轻重伤了姑娘。灵狐鸿飞手握银光开天刀，看着那女戒灵说道。就在此时，女戒灵释放出的黑色气焰开始收回体内，很快便化作黑色铠甲覆盖全身。而在她的手中，与此同时，一把黑色的长枪也是出现在令她的手中。此甲与此枪是如此的熟悉，那不正是先前楚风所使用的吗？不过倒也能够理解，毕竟此力量原本就是这女戒灵的。忽然女戒灵再度发动了攻势，见状灵狐鸿飞也不怠慢，同样手握的半成尊兵拔空而起，向女戒灵攻了过去。二者速度极快，几乎不相上下，只是眨眼之间就站在了一处。因为速度太快，在场的所有小辈包括楚风在内都是看不清二者的动作，只能听到阵阵兵刃交织的声鸣响起，火花与涟漪不断肆虐，充斥整个浩瀚的比试台。爷爷，情况到底如何？此时龚晴看向了龚氏天族族长，他这一开口，几乎所有龚氏天族的小辈都看向了龚氏天族族长，包括龚明月也不例外。他们都想知道此时的战局究竟如何，到底是谁优谁劣。此时龚氏天族族长那苍老的眼眸之中也是布满了惊叹之色，甚至他抬手抚摸胡须的时候，手臂竟然有些微微颤抖。厉害，楚风这戒灵简直厉害的可怕。他那一杆黑枪明明是力量所化，可哪怕银光开天刀这等精心打造的半成尊兵，在他的面前却也讨不到半点便宜。龚氏天族族长的声音之中也是充满惊叹之色。时至此时，这位老一辈的人物堂堂一族之长，早就无法平静地看待眼前的这场对决了。爷爷，难不成灵狐鸿飞是烈士？龚明月问道。那倒没有，军师吧。龚氏天族族长说道。能与灵狐鸿飞战成军师，简直太不可思议。毕竟他只是一品尊者，而灵狐鸿飞的真实修为还是二品尊者。这样来看，若是二者同等修为，灵狐鸿飞岂不是不如这只戒灵？这样的戒灵也未免太恐怖了一些。这是何等天赋才能具有如此力量？这不是我所见过修为最强的戒灵，但却是最令人忌惮的一个。龚氏天族族长的一位旧相识开口说道。可就是如此厉害的戒灵，却被楚风驯服了。龚明月忽然说道。而龚明月此话一出，周围的所有人都是表示赞同。可是龚氏天族的许多人听得此话后，神色却是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龚氏天族族长，此时看向龚明月的目光中竟有着一抹心疼之色。他很清楚他的这个孙女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丫头，他先前那样看不起楚风，甚至当众拒绝楚风，无非就是觉得楚风太弱，配不上他。可现如今他却又不得不承认楚风的强横。他对楚风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其内心经历了什么，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就在此时，阵阵轰鸣不断传来，那声音格外的刺耳。当那声音响起之际，就宛如天塌地陷了一般。如龚晴这样的修武者，也是赶忙用双手捂住了耳朵，面露痛苦之色。见状，龚氏天族族长不得不释放出自己的武力，化作屏障来保护龚氏天族在场的小辈。与此同时，其他各族的强者也都不得不释放出武力来保护自家的小辈。换作平时这样的场合，星域主界是不允许围观者释放武力的，但此时他们却也没有管。毕竟此时灵狐鸿飞与那女戒灵的战斗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那已经根本不是小辈可以承受的争斗了。事实上，就连他们也不得不释放出更强的手段去封锁那比试台。虽然他们能够封锁得住肆虐的涟漪，但为了让围观者能够更好地欣赏这场比赛，他们并不会封锁战斗所发出的轰鸣。可谁曾想，战斗竟到了这种地步，连轰鸣都可伤人，强大到那轰鸣之音许多小辈都无法承受。这种情况下，星域主界也不得不默许在场的围观者释放自己的武力去保护在场的小辈了。在龚氏天族族长出手之后，龚晴的情况得到缓解，而龚明月则是赶忙为龚晴诊断伤势。小晴，你的耳朵，可是这一诊断不要紧，
人们发现龚晴的2只耳朵竟然流出了大片的鲜血，而看龚晴那痛苦的模样，这也绝对不只是伤了肉身这么简单，怕是灵魂都被波及。不仅龚晴如此，龚氏天族的其他小辈以及在场的许多小辈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更严重的甚至已经昏死过去，生死未知。姐姐，我无碍。龚晴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便再度将目光投向那战圈，那里已经被强大的武力所彻底封锁。尽管那武力是透明的，比试台仍然能够看到，只是奈何比试台内强大的涟漪不断肆虐，黑色气焰以及金色光华，以他们这样的修为根本就看不到此时真正的情况，但却能够感受到那战斗的级别，好厉害啊！若非亲眼所见，我绝不相信小辈之间的对决竟能达到这种地步。祖武星域最强，小辈之争还真是精彩的超乎想象呢。龚晴感慨道。而对于他这番话，不仅许多小辈认可，就连老一辈的也是非常认可。看了这么多次祖武实心的评选，今日之战的确最为精彩。龚氏天族族长等许多老一辈的人物不由得发出感慨。那是忽然，龚氏天族族长神色变得无比凝重，因为他发现那女界灵召唤出了一匹黑色的战马。当那黑色战马出现之后，女界灵的逆天战力竟从逆战3品变为了逆战4品。当女界灵使出此等手段后，不仅龚氏天族族长满面金色，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无法淡定了。先前楚风不断施展出逆天级的表现，人们虽惊讶，但却都没有人替灵狐鸿飞担心过，因为他们很清楚灵狐鸿飞是有底牌的，任凭楚风再厉害，也无法胜过灵狐鸿飞。可是此时则不大不相同，人们所知的灵狐鸿飞的底牌都已经施展了出来，这种情况下，女界灵竟然再度获得逆战1品的战力，这叫灵狐鸿飞如何去挡？并且女界灵杀伐果断，当其召唤出黑色战马之后，便直接向灵狐鸿飞发动了攻势。那一刻，许多人都是心中一紧，觉得灵狐鸿飞挡不下这一击。可就在那女界灵的攻势靠近之后，一道耀眼的雷霆却在那被涟漪覆盖的比试台内绚丽的绽放开来。天哪，这力量，老夫没看错吧？而这一刻，那些看得清战况的人脸上的震惊之色更为浓郁，甚至就连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金色。爷爷，到底发生了什么？此时，龚晴与龚明月几乎同时对龚氏天族族长问道。楚风所召唤的界灵释放出了一匹黑色战马，他骑上那黑色战马，再度获得了逆战1品战力。龚氏天族族长说道：哇，又获得了逆战1品战力，那岂不是说灵狐鸿飞他？听得此话，所有小辈都是内心一沉，因为这完全不是他们所预料的结果。灵狐鸿飞并没有败，他也绝对不会败。龚氏天族族长说道：爷爷，为何呀？听得龚氏天族族长的话后，龚晴与龚明月更为不解了，因为灵狐鸿飞他唤醒了沉睡的血脉之力，释放出了雷霆铠甲。龚氏天族族长说道：哇，雷霆铠甲！此一时，龚明月与龚晴等小辈的表情都变得极为精彩。身为天级血脉的拥有者，雷霆铠甲是何物？他们再清楚不过，是雷霆铠甲，的确是雷霆铠甲，太厉害了！如此年纪便唤醒了被封印的血脉之力，天之骄子灵狐鸿飞，无愧是祖武星域的天之骄子，此等天赋无人可及，谁能不服？谁敢不服？当他们确定灵狐鸿飞所释放的力量的确便是雷霆铠甲之后，那浩瀚人海，天上地下瞬间沸腾。雷霆铠甲在真仙境之前，天级血脉者几乎每个人都掌握着，可是到了真仙境之后，雷霆铠甲的力量便被封锁了。现如今，整个祖武星域拥有天级血脉的强者数不胜数，可是哪怕是那些顶尖的强者，却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施展出雷霆铠甲。由此可见，想要解开雷霆铠甲的力量是多么的难，但灵狐鸿飞却做到了。在人们眼中，灵狐鸿飞可以说是做到了整个祖武星域都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此等天赋，他们怎能不惊？甚至此时，许多人看向灵狐鸿飞的目光都变了，那已经不仅仅是看向一个天才，其中更是寄予厚望。可是，在众人惊叹之际，乌马圣杰却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所站的方位。尽管比试台被强大的涟漪封锁，以他的实力也根本看不到楚风，可他的目光却满含深意，因为他知道，相比于灵狐鸿飞在尊者境解开雷霆铠甲的力量，楚风早在2品5仙的时候便已经做到了，只不过对于这件事，人们还不知晓罢了。此时，不仅场外震荡，就连那女界灵也是颇感吃惊，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攻势，并且还与灵狐鸿飞保持了一段距离。看向灵狐鸿飞的目光中涌现出了一抹凝重，能将我逼到这步田地，姑娘当真厉害。但既然使用了这个手段，那么这场对决，我灵狐鸿飞便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了。姑娘，你可有做好准备？灵狐鸿飞的言下之意，便是他先前都没有认真，而现在的他便要开始认真了。而面对灵狐鸿飞这颇具挑衅意味的话语，那女界灵面容冰冷，只说了4个字：放马过来。猛然间，2道气焰同时掠起，灵狐鸿飞与那女界灵几乎在同时发动了攻势，二者再度站在了一处。刹那间，天摇得晃，比试台内的涟漪比之前凶猛数倍，就连封锁那比试台的武力都是变得摇摇欲坠，不得不再度加强封锁的力度。所有人都知道，直至此时，灵狐鸿飞与那女界灵都是动真格的了。可哪怕如此，人们却都对灵狐鸿飞充满了信心。大部分人都觉得灵狐鸿飞必胜，毕竟灵狐鸿飞所解封的力量可是祖武星域没有人可以做到的。可是后来人们发现，那女界灵的力量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因为灵狐鸿飞与女界灵这一战，竟然便是7天7夜，足足7个日夜过去了。那比试台上的涟漪不断肆虐，可他们2人却是胜负未分。面对这种局面，
吴明肯也是回到新域主界的战船内去商讨该如何抉择。而当吴明肯自那战船内走出后，便宣布其他4个比试台上的人立刻开始比试。足足1日时间过去，除了楚风以及灵狐鸿飞外的其他人已是分别交过手，胜负已分。而他们的排名有强至弱，分别是灵狐月月、蛋台仙儿、灵狐铁面、灵狐命也、灵狐轮、梦魇无双、通天渊明以及唐正浩。除了蛋台仙儿与灵狐铁面的排名发生了交换之外，其他人的并无差别。但准确来说，其实其他人的排名也都发生了变化。就比如唐正浩从之前的祖武十星第9变为了第10，还有灵狐月月也是从之前的祖武十星第2变为了第3。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那自然是因为楚风的实力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不管接下来的战局如何，可是那前2位的排名早就被楚风与灵狐鸿飞锁定。事到如今，祖武十星的评选基本已经落入尾期，只等灵狐鸿飞与楚风的对决结束，这最终的排名便落下了。可是谁曾想，灵狐鸿飞与那女界灵的对决竟仍然在继续着。转眼间又过去了2日之多，并且距离10日已是10日不久。这种情况下，人海之中又变得骚动不安，尤其是灵狐天族的小辈和仇恨楚风之人变得格外恐慌。因为祖武十星的评选有一个说法，若是2者对决能够战到10日整却还未分胜负的话，那么这场对决便以平局收场。只不过这样的场面还从未发生过，但是今日距离这件事的发生却已经非常之近。楚风真的能与灵狐鸿飞战成平局吗？此时许多人都变得紧张，那些支持楚风的人，那些给楚风添加赌注的人，那些憎恨楚风的人，自然而然的也少不了灵狐天族的族人。倘若楚风真的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那么他们2人将同时名列祖武十星的第1位。这对于楚风来说，对于楚氏天族来说，将是极大的荣耀。可是对于灵狐鸿飞，对于灵狐天族来说，这却是一个耻辱。因为那个时候，灵狐鸿飞将不再是祖武星域的最强小辈。忽然，一道光华凭空而现，并且笼罩住了那比试台。当那道光华笼罩之后，比试台上的一切都被束缚。原本正在交战的灵狐鸿飞与女界灵都不得不停止交战，并且那覆盖整个比试台的涟漪也是随之消散。此时，人们能够看到灵狐鸿飞以及女界灵的身上都有鲜血淋漓的伤口，并且脸色苍白，冷汗连连，负伤势小。他们2个的体力似乎都已经到了极限。其实，对于他们这样的修武者而言，他们的体力是很充足的。而之所以出现眼下的局面，只能说明一点：这场战斗他们都尽了全力。正因毫无保留的想要获胜，才会造成体力透支。10日的时间到了吗？那只界灵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了。楚风真的要与灵狐鸿飞并列第1吗？还是说楚风依靠界灵的力量，就算平手也只能屈居第2？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吴明肯，等待着他宣布这个答案。我宣布，此次祖武十星评选，灵狐鸿飞名列第1。吴明肯说道。好。此话一出，灵狐天族的所有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狂喜不已，激动非常。不仅灵狐天族，那些憎恨楚风的人也都是变得格外的高兴，就好像那夺得第1的人是他们一般。果不其然，那女界灵再厉害，却也不是楚风自身厉害。就算战成平手，他也无法与灵狐鸿飞共享第1的荣誉。战了足足10日10夜，使尽浑身解数，可最终不还是得了个第2的名号。无可奈何的这种情况下，一些讽刺楚风的声音也是不断响起，而有人欢喜，有人忧。当吴明肯此话说出后，自然是大局已定。那些支持楚风的，此刻或多或少脸上都涌现出了失落之色，尤其是听到那些讽刺楚风的声音，他们本就压抑的情绪变得更加难受起来。只是胜王败寇，他们却也无法多说什么，只能选择承受这一切。可就在此时，吴明肯却再度开口，他只说了6个字，声音不是很大，可却如惊雷一般，在所有人的内心炸响，让这浩瀚人海亿万生灵的表情都在这一瞬间发生了改变。楚风名列第1，我反对。忽然九龙异象港的方向传来一道声音，是灵狐铁面。吴明肯看向灵狐铁面，并未动怒，反而语气很是平静，说出理由。就算这是平局，可与灵狐鸿飞战平的乃是那界灵，又不是楚风。他楚风借助外人之力，有何资格与灵狐鸿飞平起平坐？灵狐铁面问道。外人之力很有道理。吴明肯点了点头，随后对灵狐铁面说道：这样吧，你能让一个比灵狐鸿飞和楚风强的人被封锁在你的精神世界之中，然后听从你的命令，为你而战，那么今日这祖武十星第1，我便给你，可好？吴明肯此话一出，灵狐铁面顿时哑口无言。找来比他强的人帮他，以他的身份，这是很容易的事。可是让一个比他强的人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他却做不到。毕竟他也是一位界灵师，很清楚召唤比他强的界灵，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界灵师的力量无非2点：结界之术以及召唤界灵。什么时候召唤界灵这等手段成了外人相助了？倘若召唤界灵都不算自身实力，那么你的天机血脉以后也不要用了，武技也不要用，兵刃也不要用，最好连武力都不要用。吴明肯的语气开始变得愤怒起来。这种情况下，灵狐铁面也是哑口无言。他并不是害怕吴明肯，倘若真的害怕吴明肯，从一开始他就不会发出他的质疑。他之所以哑口无言，乃是他找不到辩驳的理由。我知道，对于楚风名列第1这个结果，你们很多人不满意。吴明肯开始将目光投向在场的小辈们，可你们要清楚，你们借用至宝提升修为，都没有人说你们作弊，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想要掌控那些至宝，这需要一定的实力，实力不济者，就算有至宝在身，也无法发挥至宝的力量。所以至宝与兵刃一样，只要你们能掌握，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
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用秘宝暗算人，老夫也并未说什么。忽然，吴明肯将手指向了灵狐铁面。此时，灵狐铁面的脸色变得很是难看，因为他用秘宝暗算楚风这件事，的确是小人行径，他自己也很清楚。你们驾驭得了至宝，都不算违规。楚风凭自己的本事召唤到了比他强的戒灵，这有何不妥？吴明肯高声问道。浩瀚人海，鸦雀无声，可吴明肯却并未打算就此罢休，而是再度将目光投向灵狐铁面。灵狐铁面，你知道为何你用秘宝伤人，破坏规则？老夫没有追究吗？吴明肯问道。大人是想给晚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灵狐铁面低声说道。他怕了，先前怒火中烧，失去理智，再加上有家族做后盾，他才开口质问吴明肯。可真的与吴明肯正面交锋后，他才意识到他和吴明肯的差距。他开始惧怕吴明肯，毕竟吴明肯是这场比赛的决定者，而他只是参赛者。没错，你这句话说得很对，我当作没看见，不代表你没错，只是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想给你一个机会。但是你暗算他人，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在暗算他人后，又见不得他人比你好。只要有人不合你意，你便要质疑我星域主界所制定的规则，却完全不想老夫为何放你一马。既然你如此斤斤计较，那老夫也就不得不对你计较了。吴明肯说道。大人，晚辈知错了，晚辈先前也是不懂。大人您说了之后，晚辈已是茅塞顿开。大人您给晚辈一个机会吧。灵狐铁面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眼见大事不妙，便赶忙开口求饶。可是吴明肯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而是继续说道。我宣布，灵狐铁面人品卑劣，不配祖武十星之名号，即日起剥夺他祖武十星之称谓，并且永远不得参加祖武十星之评选。吴明肯高声说道。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就算灵狐铁面质疑了吴明肯，可也不当遭受如此大的责罚吧，直接将他永远除名，这也未免太严厉了一些。可是恍然间，人们又明白了吴明肯的决议，他就是要封楚风为第一。若有人质疑，那他吴明肯可不会善罢甘休。此时，灵狐铁面在苦苦哀求，因为对于这个结果，他是最无法承受的。他今日当众暗算楚风失手，本就颜面扫地，若是连祖武十星的名号都保不住，那他日后还如何做人？但是没用，吴明肯心意已决，且此话说完之后，便立刻有星域主界的人将灵狐铁面拖出了九龙异象港。对于这个举动，灵狐天族的人也没有多说什么，这便是星域主界，祖武星域的主宰者，本就不该有人敢违抗他们。对于老夫之决断，可还有人不服？吴明肯再度高声问道。他此话问出，天地间变得更加安静了，没有人敢不服吴明肯。此时此刻，代表的乃是星域主界，谁敢不服他，便是不服星域主界，那简直是自取灭亡。想必除了灵狐天族，没有人敢这么做。但是此时，就连灵狐天族都不敢发声，还有谁敢呢？更何况，吴明肯说得很对，能够召唤比自己强的戒灵，这是楚风的本事。那戒灵本就代表着楚风，既然戒灵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是事实，那么楚风也就理当与灵狐鸿飞一样，共享第一之称谓。他本就是实至名归，又怎可质疑？灵狐铁面被淘汰之后，必须有新人入场。祖武十星的排名可以并列，但必须有10个人，所以又经过了新一轮的筛选与对决，最终排名，楚风与灵狐鸿飞依旧第一，灵狐月月依旧第3，蛋台希儿依旧第4。而因为排名第5的蛋台铁面被淘汰出局，所以后面之人的排名得以向前靠上一位。所以灵狐命也第5，令狐伦第6，梦魇无双第7，通天渊明第8，唐正浩第9。至于灵狐月月为何排在第3，那是因为经过重新一轮的筛选，乌马圣杰重新获得了争夺名额的机会，并且乌马圣杰大显神威，战胜了灵狐月月，勇夺祖武十星的第2位。乌马圣杰原本是6品武仙，而他之所以能够战胜7品武仙的灵狐月月，可并非灵狐月月实力太弱，而是因为乌马圣杰在那死之暗道出来的时候，顿悟到了修武之道。他在参加评选之时，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突破修为，从6品武仙突破到7品武仙，所以才有了挑战灵狐月月的资格。当然，灵狐月月也绝对不是软柿子，他们2个这一战，虽然威势无法与楚风与灵狐鸿飞的对决相比，可也绝对是惊天动地。哪怕最终乌马圣杰获胜，可是乌马圣杰也只是险胜而已。若是二者再度对决，就连乌马圣杰也不能确定他是否还能战胜灵狐月月。不过至少这次对决，他还是胜了。虽然大家心中都已经觉得那传说中的预言之子其实并非乌马圣杰，而是楚风，但乌马圣杰今日的表现也足以让所有人记住他。这位来自乌马天族的天才，是仅弱于灵狐鸿飞和楚风的人。祖武十星的评选虽然结束，可是这场盛事并未就此落幕。每次评选结束，评选之处的东道主都会宴请各方来客，举办一场超大型的宴会，蛋台天族自然也不例外，并且这九龙异象港便是宴会举办的地方。只不过这场宴会却也是分着场地举行的，重要人物可不会留在这里，而是被蛋台天族的族人请回了蛋台天族府内。当然，有很多人也拒绝了这场邀请，毕竟许多大人物都是很忙碌的，并不喜欢在这些庸俗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如梁秋大师、梁秋成风等人便早早的离开了。事实上，莫说那些大人物，就连许多小辈也是拒绝了邀请，比如灵狐鸿飞、灵狐月月、灵狐命也、灵狐伦等人。实际上，若不是楚风想知道白黎落的下落，他也不会受邀而去。可是为了白黎落，楚风却也没有办法。途中众人都在欢庆，可是楚风却以疗伤为由，在蛋台天族的战船上找了一个房间独处起来。其实楚风并未负伤，他是将意识投射到了戒灵空间之内，想与那只女戒灵好好交谈一番。楚风进入戒灵空间后，最先看向了女王大人，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习惯。虽然女王大人还未苏醒，可是看到女王大人气息稳定，楚风也是放下心来。
楚风将目光投向女戒灵，发现女戒灵盘坐在地上，闭着双眼，周身黑色气焰萦绕，她应该是在疗伤。我帮你吧。楚风说道。不必了。可是女戒灵却是赶忙站起身来。楚风多少了解女戒灵的性格，既然她不愿意，自己勉强也无用，于是今日谢了，无需道谢。我只是做了一个决定。女戒灵说道。什么决定？楚风问道。我决定与你合作，找回我家小姐。在找到我家小姐之前，我会帮你成长，你也需要帮我成长。而当你有足够的力量后，必须去寻回我家小姐。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走吧。女戒灵说完此话，又将凌厉的目光看向楚风。还不走？我疗伤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我可以不吻你，为何忽然改变想法？但是既然决定合作，总要了解彼此吧。楚风说道。不必。女戒灵很是冷漠。那我总该知道你的名字，或者知道该如何称呼你吧，不然你都知道我叫什么，我却不知道你叫什么，这不太公平。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女戒灵冷冷地瞥了楚风一眼，但随后却又吐出2个字：雨莎。雨莎。好，知道了。那雨莎姑娘，你好好休息。对了，不要打扰我的女王大人。说完此话，楚风便离开了戒灵空间。当楚风随着蛋台天族等族人前往蛋台天族参加那所谓的盛宴之时，灵狐鸿飞也是随着灵狐天族族人向灵狐天族所在的势力赶去。只不过此时的灵狐鸿飞情况却并不太好，他负伤了，并且伤势还很严重。此时在那战船的一个房间之内，只有灵狐鸿飞和他的守护者灵狐雨花，竟然将你的守命魂石击碎了。那只女戒灵还真是不简单。灵狐雨花说道。不是他。灵狐鸿飞说道。不是他。灵狐雨花目光一动，莫非是楚风？当灵狐雨花的口中吐出楚风2字的时候，灵狐鸿飞的脸庞忽然变得扭曲，赶忙将手抓向了胸口。此时他不仅面露痛苦之色，身体也在剧烈颤抖。鸿飞见状，灵狐雨花赶忙搀扶住了灵狐鸿飞。灵狐鸿飞胸口散发出微微光华，当光华消失之时，灵狐鸿飞的脸上已是布满豆粒大的冷汗，脸色如白纸一般，气息弱到了极致。不过对于这一幕，灵狐鸿飞与灵狐雨花却都早有准备。灵狐鸿飞将抓住胸口的掌心打开，在他的掌心之中竟然有着一块石头，这石头不过指甲大小，却如同具有生命一般，如心跳一般的节奏，闪烁着淡淡的蓝光。这石头看上去便非凡物，只是奈何此时已是碎裂状态。忽然灵狐鸿飞掌心握紧，将这石头捏成了粉碎。此时灵狐鸿飞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那已不只是伤势导致，而是愤怒，无尽的愤怒。看着这样的灵狐鸿飞，灵狐雨花也是面露心疼之色。众人只是知道，在灵狐鸿飞出生之时，灵狐天族将清明魂融入他的体内，但其实在融入清明魂之前，灵狐天族先将一物融入了灵狐鸿飞的身体，此物的价值丝毫不比清明魂低，它便是先前灵狐鸿飞自胸口取出并且捏碎的石头。此物名为守命魂石，守命魂石的作用便是可保住灵狐鸿飞一条命。当初之所以先将寿命魂石融入其体内，为的就是以防清明魂融合失败，清明魂夺取灵狐鸿飞的意识。可谁曾想，灵狐鸿飞意志如此坚定，竟然轻松地征服了清明魂。所以灵狐鸿飞从出生那1日起，不仅拥有了清明魂，这来自远古时期的力量，他还比寻常人多了一条命。可谁曾想，今日这伴随灵狐鸿飞出生，便在他身体内的守命魂石竟然碎裂了，并且还是被一个修为比灵狐鸿飞弱上那么多的小辈所破。这个人自然便是楚风。楚风如何做到的？灵狐雨花也能想到，应该就是楚风布置的那座大阵，楚风口中的8项雷锋阵。那阵法施展之后，便封锁住了灵狐鸿飞。灵狐鸿飞被压制得死死的，根本无法破开那阵法。那种情况下，令狐鸿飞只有2个选择，要么认输，要么鱼死网破。令狐鸿飞选择了后者，所以他牺牲了从出生时便伴随着自己的这另外一条命——守命魂石。做这个决定，对于灵狐鸿飞来说是极为痛心的，但他没有办法，他不可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那样败给楚风。若真的那样败了，他灵狐鸿飞日后便无法在祖武星域立足。况且灵狐鸿飞也觉得自己是大意，若是给他一个机会，必定可以击败楚风。虽然这需要以失去守命魂石为代价，可这个代价倒也算付得值。然而灵狐鸿飞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楚风的戒灵之术修炼到了如此地步，竟然远远超过了他的武力。一个一品尊者境的戒灵，竟然逼得灵狐鸿飞将毕生所学都施展而出，可最终却也未能获胜。平局，这不是灵狐鸿飞想要的结果，可这却是这场对决最终的结果。以失去守命魂石为代价，却只换来一场平局。对于灵狐鸿飞而言，他其实是败了。前辈，您告诉我实话，我是不是真的不如楚轩辕？灵狐鸿飞问道。鸿飞，人这一辈子没必要去与他人比，你只要不断的突破自己，这便是最好的进步。灵狐雨花说道。我是可以不去与他人比，可我若想成为这祖武星域的最强者，便不得不去与他比。灵狐鸿飞说道。前辈，您告诉我实话，楚轩辕他当年是不是真的要比我强？令狐鸿飞看向灵狐雨花的目光充满了渴望之色，他不仅仅是想要一个答案，他更想要解开自己的心结，困扰他多年的心结。看着这样的灵狐鸿飞，灵狐雨花也是不忍再欺瞒于他。楚轩辕当年之表现，连他父亲楚汉仙也是不如，他如今的儿子楚风也是不如。莫说整个祖武星域，怕是整个圣光天河都没有出现过此等人物。灵狐雨花说道。听到此处，灵狐鸿飞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双眼之中的光芒瞬息消散，整个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可是紧接着，灵狐鸿飞却又长舒了一口气，此时他就好像放下了一块压着他许久的大石头，整个人竟变得轻松了许多。果然，我一直在自欺欺人。灵狐鸿飞苦笑着摇了摇头。鸿飞，
100岁之内的成就，无论你怎样做，都无法超越楚轩辕。可是日后的事却很难说，因为楚轩辕不如你幸运，你与他一样光芒璀璨，早早的就被星域主界视为眼中钉。可是你的身后有我灵狐天族，星域主界不敢动你。可楚轩辕则不然，他虽精彩绝艳，可楚氏天族却是软弱不堪。正因没有后盾撑腰，楚轩辕才年纪轻轻便被迫逃离祖武星域。回到故乡之后，却又立刻遭到了星域主界的威胁，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被自己的家族囚禁起来。据说楚氏天族的家族禁地，可减弱他的修为。楚轩辕已不是星域主界的威胁。的确，他出生之时璀璨无比，甚至无人可与他相提并论。可他这结局却也是悲哀的很。他的修武意图早已到达终点，而你的修武意图才刚刚启程。所以鸿飞，你不必执着于他曾经的成就，毕竟日后你一定会超越楚轩辕。灵狐雨花说道：“前辈您不要骗我了，楚轩辕真的不再是星域主界的威胁了吗？倘若真是如此，族长大人他也不会派人前往祖武下界去找楚轩辕了吧？”灵狐鸿飞说道。听得此话，灵狐雨花的目光微微变化。鸿飞，你是从何处听闻此事的？前辈，我不仅听闻过此事，我还听闻到达祖武下界那楚氏天族的禁地后，我族之人却连楚轩辕的面都没有见到，因为在那里有着一道屏障，那屏障之强，我族之人无人可破。令狐鸿飞说道。灵狐雨花感到惊讶，因为灵狐天族去找楚轩辕，可是灵狐天族的秘密，整个灵狐天族也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于是他问道：“鸿飞，是何人告诉你的？莫非是族长大人？”灵狐雨花乃灵狐鸿飞随身守护者，无论灵狐鸿飞接触过什么人，遇到什么事，他都最清楚不过。但唯有灵狐鸿飞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他需要回避，那便是他灵狐天族的族长。而其实此次的祖武实星评选，灵狐天族的族长也来了，并且还在祖武实星评选之前与灵狐鸿飞单独见了一面。所以他猜测灵狐鸿飞能知道此事，多半就是族长大人所说。的确是族长大人。灵狐鸿飞点了点头，且补充道：“不过族长大人特意与我提及此事，想必其实是因为前辈您，想必是前辈您告诉了族长大人我与楚风的恩怨，族长大人不想我杀他，所以才告诉我此事的吧？”灵狐鸿飞说道。灵狐雨花并未回答，但心中却已默认，的确是他告诉了族长大人灵狐鸿飞与楚风所发生的事，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不仅要保护灵狐鸿飞，也要将灵狐鸿飞经历的一切如实的禀告族长大人。所以啊，前辈，只要那楚轩辕在，我便真的不能杀那楚风了，对吗？灵狐鸿飞问道。鸿飞，既然族长大人都与你说了，你其实也应该清楚的，整个祖武星域除了星域主界，我族真正的威胁便是楚轩辕。以楚轩辕的性格，与我们结盟，一同对付星域主界的机会其实很小。可是我们也不能去触碰他的逆鳞，否则莫说与星域主界发动战争，一个楚轩辕便足够我族头疼。灵狐雨花道：“我明白了。”灵狐鸿飞点了点头，随后说道：“前辈，我要入雷火血脉阵。鸿飞，你可莫要意气用事，以你的天赋，就算不入雷火血脉阵，修为也会稳步增长，没必要冒此风险。”灵狐雨花说道。我若不冒此风险，过些时日，那楚风又召唤出一只更强的界灵，我当如何应对？灵狐鸿飞问道。灵狐雨花神色一滞，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楚风虽不如当年同龄的楚轩辕，但其今日的表现却也让灵狐雨花刮目相看。就算楚风不如其父当年，但在当今的祖武星域小辈，当真是璀璨至极。而灵狐鸿飞所担心的事，不是不可能发生，毕竟妖孽总是能够做出不合乎常理的事。前辈，您应该知道，我灵狐鸿飞要做的不是之一，而是最强。更何况天机尊者已经做出预言，我与楚风注定要有一战。我可不杀他，但我不能败给他，这是我的命，我要么苟活，要么应战。灵狐鸿飞说道。灵狐雨花感到很是心疼，从小便伴随灵狐鸿飞，少有人比他更了解灵狐鸿飞。灵狐鸿飞是一个执念很深的人，正因为他那力求最好的执念，他才会不择手段，才会虚伪，同时也很努力，甚至努力的有些疯狂。既然你心意已决，便与族长大人商量一番吧。灵狐雨花很清楚，他改变不了灵狐鸿飞的决定，若要改变他的决定，只有一个人，那便是他灵狐天族的族长大人。族长大人，他已经同意了。灵狐鸿飞说道。听得此话，灵狐雨花的眼中立刻涌现出惊讶之色，但很快他又释然了。短暂的惊讶过后，他却也想通了一切。前辈，你应该比我清楚的，其实我族早已有了与星域主界开战的实力，原本计划在这九龙上界便与星域主界开战，之所以拖延，就是因为族长大人在等我。灵狐鸿飞说道。果真如此，灵狐雨花猜对了，灵狐天族的族长将计划好的作战拖延，果然是在等待灵狐鸿飞。为何等灵狐鸿飞？因为灵狐鸿飞是灵狐天族的未来，凡事都以他为重。但为何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等？那是因为灵狐鸿飞即将进入的雷火血脉阵。雷火血脉阵是一座古老强大的阵法，源自远古时期。雷火血脉阵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地方，但它却对天级血脉者有着极大的帮助。灵狐天族虽然本就强横，但若不是因为先祖占据了雷火血脉阵，想必灵狐天族只会是10大天族之一，而不会成为最强者。由此可见雷火血脉阵的厉害。不过灵狐天族族人以往修炼都只是在雷火血脉阵外，之所以如此，并不只是因为雷火血脉阵平日里都是关闭状态，无法进入深处。最重要的是，雷火血脉阵1000年才会开启一次，阵外的力量已是足以让灵狐天族族人变强，可想而知阵内的力量将是何等强大。然而雷火血脉阵内的力量非常狂暴，常人根本无法承受。这1万多年来，进入雷火血脉阵的灵狐天族族人数不胜数，能活着从雷火血脉阵走出来的人却只有一个，那便是当今
灵狐天族的族长大人，正因为经历了雷火血脉阵的洗炼，灵狐天族的族长才可成为祖武星域内唯一一个能真正与星域之主叫板的男人。说实话，若论天赋，灵狐天族的族长虽然也很强横，从小便是天才级别，但在同辈之中却并不是最卓越的。若与灵狐鸿飞的天赋比，那相差的更是极大。若是正常成长，灵狐天族族长可能成为灵狐天族内强者之一，但绝对无法成为灵狐天族的最强者。而他之所以会有今日的成就，全部要归功于雷火血脉阵，这便是雷火血脉阵的厉害之处。倘若灵狐鸿飞能够从雷火血脉阵内活着出来，那么他日后将获得的成就必定无法估量。恰好再过些时日，便是雷火血脉阵1000年才开启一次的绝佳机会。蛋台天族战船之上，楚风以疗伤为借口，才有了独处空间。可是此时外面传来的声音让楚风知道他是很难安稳了。楚风小友还在疗伤休息，族长大人若是有事，稍后再谈也是不迟。那传来的声音是无名星陨的。无名星陨也是受蛋台天族邀请才上了战船，但原本是要与蛋台天族族长那些大人物乘坐一艘战船的，但他却执意留在这艘战船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楚风在这艘战船上，他是想保护楚风，所以哪怕在楚风疗伤的时候，他也是守在外面。若是旁人来找自己，楚风大可以不理会，但是现在却不行，因为那位来找自己的人乃是蛋台天族的族长，所以楚风主动走了出去。晚辈楚风拜见前辈。楚风，你怎么出来了？见到楚风，无名星陨有些意外。前辈，我已无碍。楚风笑着说道。那便好，刚好蛋台天族的族长大人有事要与你谈。无名星陨说话间，便准备进入楚风先前所处的房间。可就在此时，蛋台天族的族长却笑着说道：大人，能否让我与楚风小友单独谈一谈？为何？无名星陨目露警戒之色，事关我族的一些事情。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前辈，请吧。楚风抬手说道，并且说话间还向无名星陨投去了一个眼神，那是在告诉无名星陨没有关系，他可以应付。见状，无名星陨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任由蛋台天族族长与楚风共处一室，但是他却依旧守在门外。至于蛋台天族族长要与楚风谈的事情，自然便是关于那九龙异象港的事情。楚风与乌马圣杰进入了九龙异象港的必死之门，不仅活着出来，还是随着异象出来。蛋台天族族长怎么可能不来询问楚风与乌马圣杰究竟经历了什么？毕竟那九龙异象港可是传闻能够直达九龙上界深处的入口。不过楚风与乌马圣杰早就料想到了今日，所以早在出来之前，二人就已经统一口径，他们决定撒谎，不将那九龙异象港深处所遇到的事情如实相告。他们只说了九龙异象港内有可怕的生物，但是什么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那些生物很强大，而他们在逃避生物的时候，无意间进入了一个洞口。谁曾想洞口内有吸力，他们被吸入之后便被卷入了一个空间，而后来便从那通道之中回到了九龙异象港。听闻楚风所说的话后，蛋台天族族长并未多说什么，因为在来找楚风之前，他已经找过了乌马圣杰，而楚风所说与乌马圣杰一模一样。他就算怀疑楚风与乌马圣杰在说谎，可也没有办法。所以蛋台天族族长问了楚风另外一个问题：楚风小友，你父亲他现在可好？父亲大人被关押在我族禁地之内，我也是见不到。楚风说道。我可是听闻你处是天族，可以随意进入那禁地的。蛋台天族族长说道。的确如此，可是我没有资格使用那传送阵。楚风说完此话，又问道：前辈为何忽然问起此事？莫非你与家父相识？楚轩辕，整个祖武星域谁人不相识？而我有幸与你父亲倒也有着一些交情，所以对于他的事情倒也是颇为关心。而我听闻如今关押你父亲的地方被一道极强的屏障所封锁，谁都进不去，所以我倒是有些担心，是否发生了什么变故？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前辈，您是从何听闻此事的？消息可靠吗？此时楚风表现得非常震惊，就好像他第一次听闻此事一般。消息绝对可靠。楚风小友，我猜一定是发生了变故，带你回到族内问一问你族人，也许会有答案。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希望父亲大人不要出事。楚风此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他的慌张与忧虑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本就不像是装的。前辈，非常感谢您的盛情邀请，但家父安危，楚风不能不顾，所以怕是不能久留了。楚风又说道。楚风小友，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其实你的事情我也听信儿说了，你是因为你朋友消失的事情吧？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亲自调查清楚，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蛋台天族族长拍着楚风的肩膀说道。随后他又与楚风短暂交谈了一番后才离开，而当他离开之后，便回到了蛋台天族所有高层所在的宫殿之中，并且将与楚风交谈的内容告诉了殿内的所有人。族长大人，这楚风与乌马圣杰一定是在说谎，既然他们敬酒不吃，那便不能怪我们对他们不客气了。有一位长老开口说道。楚风绝对不可动。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您是另有打算？那位长老问道。不是另有打算，而是不想招惹那个人。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您是指楚轩辕？那位长老问道。除了他还有谁？现如今关押楚轩辕的禁地被屏障所封锁，而那结界之强无人可破，楚轩辕是否还在禁地已是无从知晓。但目前来看，那屏障很可能是楚轩辕所布，那个男人很可能已经回到了祖武星域，能够布置得出如此厉害的阵法，那么他如今的实力，整个祖武星域已是无人可敌。蛋台天族族长说道。难怪楚轩辕之子会忽然出现，原来是身后有楚轩辕撑腰，看来楚轩辕是下了一盘大棋，星域主界是被他算计了。这么说来，
不必灵狐天族出手，星域主界的地位也是难保了。得知这个消息，蛋台天族的这些大人物们也是开始变得骚动不安。楚轩辕可是一个能够影响整个祖武星域形势的男人，他们不敢忽视。年少时期的楚轩辕已是让各方势力头疼，更何况是如今羽翼丰满的他。楚轩辕若要报复星域主界，应该早就出手了，不会等到现在。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难道楚轩辕打算既往不咎？但他向来有仇必报，可不像这么大度的人啊！”蛋台天族的那些长老目光闪烁，思索不定，而蛋台天族族长却是摇了摇头，嘴角扬起一抹苦笑。那个男人的想法，没人猜得透。此时，整个大殿都变得安静下来，他们都要承认蛋台向南所说的话很对，楚轩辕的确是一个令人猜不透的男人。不过，同时他们也清楚，不管楚轩辕究竟有没有回到祖武星域，不管那屏障是不是楚轩辕所布，可只要楚轩辕这个潜在的威胁在，他们便不能去招惹楚风，因为那个男人的手段，他们都很清楚。就在此时，那紧闭的殿门却忽然被强行打开，紧接着，一位长老满面紧张地闯了进来。本来还有人要开口大骂，毕竟他们在谈秘密事宜，这个时候有人敢强闯而入，可是大罪。可是当人们看清这位闯入者后，却都将心中的怒火压了下去，因为这位闯入者乃是蛋台天族的太上长老之一，蛋台族辉。这蛋台族辉不仅是尊者巅峰，也是负责镇守蛋台天族的高手之一。若非要事，他不会亲自跑出来，更不会强行破开封锁的殿门，并且此时的他竟然满面慌张，这多半预示着族内有大事发生。族辉长老，发生何事？蛋台天族族长问道。族长大人，黑毛幽灵怕是真的在线了。蛋台族辉说道。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立刻站起身来，震惊的同时，眼中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惊慌之色，就连蛋台向南这位蛋台天族最强者也不例外。此时，楚风与无名星域在那房间之中，楚风也是将蛋台天族族长所问之事告知了无名星域。而其实对于这一件事，无名星域也早有预料，所以并未深谈，而是闲叙起来。小朋友，可二人交谈还没多久，一个声音却忽然在外面响起，并且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一道身影也是不请自来的推门走了进来。当见到这位之后，不仅楚风面带笑意，就连原本有些不悦的无名星域也是面露笑容，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这丫头。无名星允笑道：“这位不速之客，乃是黎玉儿的姐姐黎若初。”而冲着无名星允的反应，楚风便知道无名星允与黎若初不仅相识，关系似乎还不错。前辈，好久不见。若初这厢有礼了。黎若初面带甜美笑容，对着无名星允施以一礼，只不过这个施礼的幅度却是有些夸张，多了几分调皮之意。都多大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一样？无名星允笑着摇了摇头：“乔前辈您说的，难道我不是孩子吗？”黎若初撇了撇小嘴：“是，你说的都对。”无名星允表现出了一副哪里若初很没办法的样子，随后大袖一挥，向房外走去。“前辈，您去哪呀？”黎若初问道。“我还能去哪？当然是给你们腾地方。难不成你这样丫头特意跑过来，还会是找我的不成？”无名星允做出了一副有些不悦的模样，而黎若初则是毫不忌惮，反而是冲着无名星允摆了摆手：“前辈，那谢谢了。”你这丫头。看着这样的黎若初，无名星允原本板着的脸则再度被笑容所取代。“你们两个聊，老夫去给你们把风。”话音响起之时，无名星允已是走了出去。“前辈，找我有事？”楚风问道。“前辈，真是没礼貌，你以为我比你大几百岁啊？叫姐姐。”黎若初白了楚风一眼：“若初姐姐。”楚风这厢有礼了。楚风做出了一个与先前黎若初一模一样的夸张的礼仪动作。“别评，你姐姐，我找你还真有事。”黎若初说道。“那敢问若初姐姐是有何事？”楚风问道。“我妹妹可能出事了。”黎若初说道。“什么？”听得此话，楚风不仅脸上的笑容瞬息尽散，就连内心也是随之一紧。毕竟黎若初的妹妹可是黎玉儿，她出了什么事？楚风问道。“玉儿的事情，相信你也听闻过一些。我不在的日子里，她过得并不好。为了弥补她，族人给了她一个机会，一个进入我族修炼大阵的机会。那大阵30年开启一次，每一次开启只有一个小辈可以进入。玉儿她进入其中修炼，已是有了一段时间。按理来说，她早就应该从大阵之中走出，可她却迟迟没有走出。我担心她出事。”黎玉儿说道。“那我能帮她吗？”楚风问道。“准确来说，只有你可以帮她。那座阵法在关闭状态，其他人根本无法进入，除非一个100岁以内的小辈便拥有圣级结界之力，才有机会进入那阵法。可能是天意，没想到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竟已是圣桃界灵师。虽然你只是重文，但你应该有机会进入那阵法。倘若连你也进不去的话，那玉儿她的安危便只能靠她自己了。”黎若初说道。“那是不是说时间越久，她便越危险？”楚风问道。“是。”黎玉儿点了点头。听得此话，楚风倒吸一口凉气，目露为难之色。他自然很想救黎玉儿，毕竟楚风曾入过多个阵法，很清楚时限之内未能从阵法内走出，那么将要面临的则是致命的风险。可是白黎洛如今被那所谓的黑毛幽灵所抓，到底如何，却也不得而知。“楚风小友，我能进来吗？”就在此时，外面忽然传来了蛋台天族族长的声音。楚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黎若初。黎若初点头之后，他才回应。随后，蛋台天族族长便与无名星域一同走了进来。当门开启的那一瞬间，楚风看到门外站着很多蛋台天族的顶尖高手，单用双眼去看，都知道他们在蛋台天族的身份非同小可。这么多高手整齐地聚集在他的门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命令，这让楚风意识到可能有事情发生。蛋台天族族长走近后，黎若初便赶忙上前施礼，但蛋台天族族长却是在直接开口道：“若初姑娘，
能否让我与楚风小友单独聊一聊？当然可以。黎若初说完话，便直接走了出去。虽说是单独聊，可是这一次无名星陨却并没有离开，而蛋台天族族长也没有让无名星陨离开的意思。楚风小友，你看吧。无名星陨说话间，取出了一封信函，递给了楚风。楚风打开信函后，发现原来这封信函是白黎洛写给自己的。上面的内容写道：那黑毛幽灵是白黎洛故意做的恶作剧，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给予楚风动力，让楚风在祖武十星的评选取得好的成绩。本来白黎洛是想待楚风夺得祖武十星第一后，便与楚风坦白一切的，可是因为临时有事，便直接离开了，叫楚风不要挂念，也不要担心，待他处理完事情，自会去找楚风。看到这封信，楚风那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还笑着摇了摇头。黎洛姐姐还真是调皮。楚风毫不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因为这封信上面有白黎洛的气息。楚风身为圣袍界灵师，可以断定这就是白黎洛亲手所写的信，其他人伪造不出来。原来是这个丫头搞的恶作剧，不过她也是为你好，倒也算是一个善意的恶作剧。无名星陨也看到了信上的内容，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他笑得很是轻松，因为他之前有负罪感，他觉得是他没有照顾好白黎洛，才让白黎洛失踪。正因为如此，他才跟着楚风，想随楚风一同去蛋台天族，因为他想弄清楚真相，想给楚风一个交代。而现在得知白黎洛无碍了，他的负罪感也终于可以落下。这位姑娘虽然做了一个恶作剧，可是那黑毛幽灵却是真的出现了，并且我猜测这位姑娘可能不是真的有事离开，她的离开很有可能与黑毛幽灵有关。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与无名星云脸上的笑容瞬息消散。黑毛幽灵有关？楚风问道。在找到这封信函的时候，还发现了另外一封信函。蛋台天族族长说话间，便又取出了一封信函。这封信函相比于白黎洛留给楚风的那一封，可以说是非常简单。这是一张白纸，白纸上面以血字写着13个大字：我要你蛋台天族永世不得安宁，并且在这封信函上也有着一缕气息，那是来自远古时期的气息。这两封信函是一起找到的。无名星陨问道。是的，并且目前为止，我族内已是开始有族人消失，并且在消失的地方都留下了这个。蛋台天族族长说话间便取出一物，那正是黑毛幽灵的毛，能够确定不是恶作剧？无名星陨问道。大人，您是圣袍界灵师，您觉得这像是伪造的出来的吗？蛋台天族族长握着那黑色的毛问道。的确不像，除非是实力远在我之上的界灵师，否则骗不过我。无名星陨说道。所以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了。虽然听起来很荒谬，可它真的发生了。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前辈的意思是，我黎洛姐姐她因冒充黑毛幽灵，触犯了黑毛幽灵，所以被黑毛幽灵杀了。楚风问道。这个无从确定，不过究竟如何，待我回到族内便可知晓。蛋台天族族长说道。前辈，你有办法？楚风问道。有应对之策，这件事需要提前解决，否则传出去定会人心惶惶。楚风小友，星陨大人，你们愿与我同行吗？蛋台天族族长问道。走。楚风与无名星陨一同说道。随后楚风和无名星陨便随着蛋台天族族长以及蛋台天族的顶尖高手们离开这一艘战船，提前向蛋台天族内行去。当年蛋台天族饱受黑毛幽灵困扰，其实并没有如外界传闻一般听天由命，蛋台天族一直在想办法对付那黑毛幽灵，只是因那黑毛幽灵来无影去无踪，蛋台天族连与黑毛幽灵正面对决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任由族人消失。后来蛋台天族偶然间结识了其他星域的高人，那高人传授了蛋台天族捕杀那黑毛幽灵的方法。为了捕杀那黑毛幽灵，蛋台天族光是准备就需要100年。虽说那黑毛幽灵在出现第3年之后就忽然消失了，尽管蛋台天族不知道黑毛幽灵为何忽然消失，可是他们也不知道黑毛幽灵是否会再度出现。为了预防黑毛幽灵再度出现，祸乱家族，蛋台天族还是按照那位高人所说，准备着那捕杀黑毛幽灵的方法。其实那方法便是利用至宝布置一座伏妖大阵，那座伏妖大阵遍布整个蛋台天族，而那至宝则是那位高人传授给蛋台天族的。只要那黑毛幽灵在那座伏妖大阵的覆盖范围之内，伏妖大阵便可以锁定黑毛幽灵的位置，并且能够将黑毛幽灵灭杀。只是可惜，那伏妖大阵虽然在100年之后布置完成，但那黑毛幽灵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再加上那伏妖大阵只可使用一次，一次之后，那位高人留下的至宝便会消耗掉之原因。至今为止，那伏妖大阵还没有开启过，所以也没有人见识过那伏妖大阵的威力。但不曾想，今时黑毛幽灵竟然再现，而那伏妖大阵也终于可以大显神威。有蛋台天族族长这位至尊境的高手带路，楚风等人速度极快，远非那战船可比。此时楚风已随蛋台天族族长等人回到了蛋台天族之内，并且来到了一座地下宫殿之中。地下宫殿不是很气派，但却很大，尽管宫殿大门紧闭，可也有一股强大的气息自那大门之中传出。若非要形容，那应该是一股浩然正气。感受到那气息，让人有着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就宛如有着股气息在此，所有妖邪都不敢靠近自己。而在那宫殿上方没有牌匾，而是悬挂着一道令牌。这令牌很大，宽达73米，高大101米，而在这令牌上面刻写着4个大字：镇邪伏妖。楚风看到这块令牌便立刻被吸引，这令牌乃是结界之力凝聚而成，而这结界之力的力量很强，竟是在圣级结界之力之上。此时不仅楚风被吸引，就连无名星陨的眼中也是目露惊叹之色。
身为蛇纹级圣袍戒灵师，他自然也能感受到那令牌之中所蕴含的结界之力是多么的强大。看来两位都感应到了。我族先辈当初所遇到的那位高人，乃是一位神袍戒灵师，而这块令牌便是那位高人所赠。此时，蛋台天族族长开口说道：“除了这令牌，还有何物？”楚风问道：“除了这块令牌，还有12道旗子，那上面所蕴含的也皆是神级结界之力。12道旗子配上这块令牌，才能组成完整的伏妖大阵。”蛋台天族族长说道：“所以说，其实这座伏妖阵法是神袍戒灵师的手段。”楚风问道：“的确如此，所以我有信心，只要那黑毛幽灵还在我族之内，必定可以将其灭杀。”蛋台天族族长说道。